青儿，听话，柳姨娘有了身孕，我也得过去看顾一儿。裴云少，你这个渣男！沈心慈，学不会做戏，你就别出来了！姨娘，您闯了大祸了！系统，我不玩了，我打伤裴元少，温明寺那个女人肯定要弄死我，我要去空间里躲一躲。开启避险空间，积分可消耗3天。沈姨娘，你别想不开啊！魔主，你快去取几件素色外衣，帮我换上。身体被自称穿越者的邪祟毒噬3年，让我从将军府嫡女变成了侯府无媚无嫔的外室。眼下最重要的是，要阻止身体再次被夺走。走，去明德院。夫人已经睡下了，沈姨娘请回。墨主，对不住，连累你跟我在这受冻。姨娘从来不曾这么说话，姨娘一贯如此。周婆子，让她进来吧。罪妾沈氏，自知罪孽深重，特来向夫人请罪。这疯女人又怎么了？你倒说说，自己犯了何罪？罪妾罪责有3。其一，罔顾纲常，离经叛道，未待聘书便随世子入府；其二，不尊夫人，不敬主母，入府后行为乖张，骄横善妒，扰乱后宅清修；其三，狐媚世子，令其遭受家规之苦，更伤其发肤。此3项大罪，罪妾无从抵赖。姨娘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。罪妾自请入清玄峰3清殿，为侯府祈福，偿还罪孽。留在府中不好动弹，那便如他所愿。3清殿可是皇家道观，便去烛光山的清玄观反省吧。天寒冷的房屋如何居住？无妨，我们合睡一床就不冷了。3年前，清玄观了尘真人曾悲叹我或有一死劫，苏轾行大骂他是骗子，我便也抛之脑后。沈氏钦此，求见了尘真人。师父外出云游了，归期未定。2日后那穿越者就会回来，难道这是天要绝我？师父说，这1、2年沈将军独女沈清慈或许会上山，命我将此物赠予。2位真人，救命的恩情，青瓷必定永世铭记。师父还说，人若不为形所累，眼前便是大罗天；若能寻得来时路，赤子依然混沌心。夜半无人，心悸鬼祟，你去哪儿了？1日未见，就迫不及待来找我了吗？屋里冷，妾身向玄魏坤道讨要炭火，不想迷了路。伤口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只是有点麻。不过是与我置气，何必如此糟践身体？那威明瑟赶紧来清玄观，你去找我，我自会为你做主。罪妾是自愿来清玄观的。胡闹！今日便随我回去吧。恳请世子爷回府。你赶我走！
清玄观简陋，何况柳姨娘刚怀孕，世子该去陪着她。青儿，后院投胎按规矩要过继给正妻，我才让柳姨娘替你生。系统，你看，原来果然是爱我的，他为我考虑的如此周到。我不走了。系统，快把控制权还给我，我要我的元狼。检测到高阶法则封印，需优先遵循土著法则。法则？什么法则？青儿，你怎么了？世子爷，夜黑风高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好，你就在这观中住着吧。系统，你快解释土著法则。土著法则是什么？怎么还是拿不回身体啊？非要等这个土著女说出禁忌词才行吗？必须要知道禁忌词是什么。舵主，你可有听见谁在说话？没有啊，可能是山间的风声吧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他能听见我说话呢。看来这个穿越者的声音只有我能听见。姨娘，您这剑法比画本里的将军还要厉害。只是几个强身健体的招式，你想学吗？想。那就先从蹲马步开始。土著女，你不要练了，胳膊腿好酸好疼啊！疼吗？疼死你才好。这个土著怎么还不说出禁忌词？游戏进度又退回去了。原来你把我的人设当成一场逗弄男人的游戏，所以明日人格你通通不在意，你只要裴元上来，难怪把自己活成了不人不鬼的模样，还将我拖累至此。放开我！我要去找元朗。若不是芷晴提醒我们拦下你，你还想跟人私奔不成？温明寺凭什么嫁给裴元绍？我才是第一个跟裴元绍有肌肤之亲的人。钦此，温明寺的花轿已经进门了，此时去只能做妾。为妾怎么了？嫁进去我一定是裴元绍的宠妾。你不是一直期待嫁给谢云贵的孩子吗？为何会变成这样？我不要嫁给谢云贵，我跟裴元绍才是真爱，我们早就有了肌肤之亲。不知廉耻！我是真爱，有什么耻辱的？不被爱的才羞耻。一时犯错算不得什么。你听娘说，一群思想迂腐的老古董，懂什么爱情？今日你若踏出将军府的大门，便不再是我将军府的人。谁稀罕似的？裴元绍，你不是说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青儿，逆子，你要毁了侯府声誉吗？父亲便是打死儿子，我也要把他留在后院。闹剧落幕了，裴元绍得了情深的许女，温明瑟落了贤良的称赞，穿越者碎了宠妾的心愿，只有我沈家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
后来穿越者控制我的力量，忽然有一瞬间的松懈，我夺回身体控制权，带着青鸾逃回家，却被堵在门口。小姐，我们快进去！大胆刁奴，来人，把小姐交出来，让这刁奴拖下去处置了。表姐，会被穿越者附身了，等我与父亲母亲讲明。你是怎么回事？如若让这人找到姑姑姑父，你可就要被超度了。系统真不靠谱。求求你们放了小姐！拖下去，打死！打死不太好吧？让人卖出去算了。2年前，你把青鸾卖到哪儿去了？大家钱都在暗格。少废话，青鸾在哪儿？我说，苏芷晴，他让我把青鸾卖到柳家村的屠户家当媳妇儿。哎呦！等苏芷晴发现忠犬偷了他的宝贝，这出戏才算精彩。系统，原女主太变态了，她在报复，快救救我！这就看。救命！谁来救救我们！拿布堵住你的伤口。昔日去隔壁求援，报官时只说马匪内讧，莫提我。这傻子杀人不补刀！我不要死，我还要回家。10个积分，快换救命药，快！好，他竟有这种本事。姑娘，你可否知道柳家村？我外祖母家便在柳家村。仙女姐姐是有什么事吗？帮我找一个人，打探到消息后，就放在清玄观大槐树根下。我今日能路过救下你们，是我们有缘。今日之事若外传，药力必失效。不是吧？又来，到底让不让人休息啊？嘘，别动，清巡府的人来了。这声音还有尘土感应，是些云怪。楚宫女，你怎么不反抗了？刚才杀人的痕迹呢？赶紧杀了他逃命呀！为什么哭？他待你不好，你受伤了？不是我的血，我来驾马吧，我得在天亮前赶回。清玄观，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高门大户的事传得很快，我也有所耳闻。他在边关，竟也听说了我那几年的荒唐。谢云贵，那些马匪不是西域人，是北境人办的，我看过了，他们拇指有扳指印，指都有拉弓的后剪。军巡府会查明。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，青鸾2年前被卖到了柳家村屠户家，你能不能？青鸾，沈之行说他是随你出走，怎会被卖？2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说了，你也不会信的。快说，告诉他，你管他信不信？快触发禁忌词啊！
我信，不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信你。马留在后山，伪装成挣脱逃窜，观中人才不会起疑。这叫没受伤？我若真受了伤，哪还有力气站在这儿？钻进去换。我不看。谢银贵，谢谢你。不谢。大哥教的潜行步终于派上了用场。这位沈姨娘又来彻夜跪拜了，倒是个痴情人。求天尊庇佑父母兄弟身体康健，得偿所愿。都当侍妾了，还惦记母家。小师傅，待我赠他一壶好茶。这土豆你还挺心机，刷脸令人顺了。姨娘，这身衣服哪来的？昨夜出来被寒露湿了衣，翊坤道借我的。糟了！自小姐出嫁后，家里穿这种年轻样式的，就只有表小姐一人了。把下人越围了，所有人哪都不准去。姑姑，你要替芷晴做主，芷晴不活了。芷晴，你不用怕，姑姑定会替你做主。西冠提在咽喉下3寸，他回来了。请医官扎醒，这人绑到我房里，我亲自审。有你知行哥哥帮忙，你这心就放到肚子里去吧。好。好痛！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是砒霜，有人在饭里下了毒。是谁想要我的性命？什么？砒霜？系统，救命！史蒂芬，快换救命药！快！果然是个脑袋空空的蠢货，这种把戏都看不穿。听说昨晚马匪闹得凶，全是自相残杀死的，真是天道轮回。天可怜见，军巡抚眼皮底下竟敢做出这种事。扮作西域人的北境马匪，难道是北境王想挑起大周与西域的争端？这世道怎能如此不太平？沈姨娘，滞留观中的贵人们要为遇害的农户举办祈福法会，特地请您过去。贵人可不会特意叫上侯府的妾，这估计是找鸿门宴了。那个爱笑爱闹爱干净的青罗，居然被打断了手脚，绑在猪圈中。畜生！那屠户就是个畜生！你要干什么？疯子，快住手！青子，你想自尽？薛云贵，青鸾是不是真的被打断了手脚？你叫他了吗？青子，冷静点。锁在院子里的那个女人不是青鸾。我审过那屠户，青鸾被买回去当晚就砸窗逃跑了。现在这个女人是他在城郊的田埂里打晕掳回来的。跑了，他凭自己的本事跑了。那女人如何了？救一下送去医馆治疗了，但青鸾下落不知。那屠户还绑在我院中。能否让我亲自去审审那屠户？我来安排。这是墨雨，你想下山时吹3声短哨，他会带你去找我。谢谢你帮我。这话我听腻了。青子，刀剑要永远对着敌人。你竟背着我家元郎出轨，完了！元郎要是知道，定会误会死。
这穿越者好像忘了，他才是那个抢了别人身体，又毁了别人一生的混账东西。有蛇！这是竹叶青，有剧毒，我不能呼吸了！救命药！系统，快换药！我才能耗干多积分啊！这是绳子，那刚才是怎么回事？裴家的姨娘终于来了，真当自己金尊玉贵，瞧这身衣裳，看着跟我家丫鬟似的。不知礼数的贱婢，言误及时，给我跪下！1年多没见，这女人还是这么凶。青瓷迟到，自当领罚。但道法自然心念所致，几时便是几时。诸位莫因青瓷耽搁了为都城祈福的机缘。沈姨娘的话有理，清修道法应随缘，心念所至便是及时。沈姨娘，入座吧。马匪劫杀，为何散落得这么远？倒像是故意把事情闹大，使不得劲。此行一定要让这个贱婢死，不再打扰明色姐姐。姨娘，那是什么？搞条胳膊来陷害我，这娲明明有病！一会儿院内恐有不洁之节，还请诸位夫人进屋。宣平侯府的沈姨娘，待会儿若是下的垂泪，本统领可担待不起，请回吧。回统领，我住在这院里，随统领一同探查，或许能更快查明案情。那便留在这儿，莫要坏了现场。沈姨娘可认得此人？不曾见过。赤脚李毅冻死在窗外，说是传出去，便是私通未果。温明玉这个杀人犯，脑子疯了，搞血拼杀人案了！哎呀，死在谁院里就是谁有问题。统领，赶紧把这贱婢抓走，准没错。你们也上去认一下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温子谦？温子谦，是表小姐带回来的护卫温子谦。子谦，不，子谦，你怎么会死在这儿？品医官，子谦不可能死，救救他！这是什么毛病啊？怎么害得自己杀的人哭上坟了？请韩王妃做主，沈金赐予我侍卫私通，又心狠手辣将其杀害，藏尸草垛。顾统领在此，自然不会让死人蒙冤。这么冷的天，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在外面耗着。顾统领把人绑下去就是了。顾统领，定要将其缉拿，为我温家讨回公道。统领，此人非我所杀，我也从未见过此人。温二小姐所言，我不认。你这贱人，还敢狡辩！我这就撕烂你的嘴！一定要小心！不知诸位口中所说的人证物证，指的是什么？人证就在草席里，至于物证，这柴火垛就是物证。我每日下午随坤道在偏殿洒扫，这柴火垛人人可碰，何以证明尸体是我藏的？沈姨娘院外有2个侍卫昼夜把守，我们一直在院前守着，从未离开。既有侍卫守着，外人无法入院藏尸，所以
只能是你在屋中杀人，趁夜深藏尸。二位大哥既然说从未离开，那我问问，我昨日下午是几时归来的？酉时初刻。前日呢？申时3刻吧。那大前日呢？我在殿中跪拜，归来极晚，二位想必也记得清清楚楚。记得。回来的很晚，太阳都快下山了。大前日殿中暂停打扫，沈姨娘未到申时便回院了。那会儿太阳离下山还早着呢。两位日日在血棚中饮酒，记不清我的进出时间，倒也正常。何况的酒罐子还堆在血盆里，统领一看便知。这裴元绍的宠爱倒是有意思，宠到所有人恨不得将他杀之而后快。去。好像确实是，谁都能有机会进院藏尸啊！侍卫是酒蒙子，他半夜行动起来不就更方便了？想会情郎会情郎，想杀人杀人，这俩侍卫也不像是能看住门户的样子。既然侍卫靠不住，那便挨个院子问问，看谁在沈姨娘离院的时间里出过门。谢云贵曾评价她这位表姐最怕无聊，最爱热闹，唯恐天下不乱，还真是。顺便问问温家的护院，这叫温子谦的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时间一对上，凶手不就一目了然了？不必那么麻烦。这院中就有沈清慈是杀人凶手的铁证。县主，诸位请看，证据就在那里。这是一排男子的脚印，只有进来的，没有出去的。正是，这必是那护卫翻墙进屋，与这贱人苟合留下的。他有来无回，定是被这毒妇杀害在房中了。温二姑娘倒是聪慧，叫我刮目相看了。想留下一排只有进没有出的脚印，其实很简单。啊！沈姨娘有何吩咐？借你一位身高6尺的卫兵。这脚印似有极大不同。李副官的脚印轮廓清晰，可原先那一排竟是脚尖深、脚跟浅，边缘模糊，而且鞋跟处还有拖拽痕迹，像是在走小碎步。李副官的步间距要比另一排大了1半有余。哪有大男人夹着腿走小碎步的？沈姨娘，这是为何？请几位身高不同的小姐在雪地上走几步，便知答案。我明白了，身高不同，腿长和步子大小就不同。那串脚印分明是个矮个子穿了大鞋踩出来的。小脚穿大鞋，落脚重心不稳，难怪边缘会模糊拖拽。既然是矮子留下的，或许与本案无关。即便没脚印，他杀了人，放在柴火垛里也一样可行。温二姑娘，你想好了再说，别张嘴就来。既然那侍卫没穿外衣，统领，请搜搜沈清慈的屋子，若能搜出死者的衣物鞋子，便能人赃并获。愿让顾统领搜屋，只为求一个清白。搜屋意味着什么？姨娘可想清楚了。顾统领，若你信得过我，便让我的婢女进去搜。夫人的贤名，谁人不知？有劳了。这下人赃并获了。若是我藏的，我会拆掉衣柜隔板，藏入夹层，绝不会放在一摸便着的床底外侧。反正东西就是在你床下搜出来的。上午诸位夫人在我屋中小坐，多次派婢女取探取屋。彼时我和墨竹皆在屋外，我些人正好趁乱将东西塞入床底，自然顾不上藏得深浅。我家姨娘每日下午都会大扫除，昨天清扫时床下还没这东西。沈姨娘，这你如何解释？温二小姐说这是铁证，可大家瞧，这包里是不是少了鞋子？尸体确实是赤脚，可那排脚印明明是靴子印。那靴子并非失踪了，而是就在那排脚印里。之所以脚尖深、脚跟浅，
是因为歹人将鞋面剪开豁口，反着穿在脚上往外走，以此营造有人入室的假象。原来如此，歹人冒雪翻墙想栽赃，却被柴火挡住，推不开窗。逃走时雪停了，才急中生智反穿鞋子。没错，自从上次闹贼，我和姨娘便用粗柴挡死了窗户。脚印确实只到偏殿后门便消失了，看来凶手极其狡诈。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揭露真凶身份的关键证据就在尸体上。诸位请看，此人面色惨白，没有任何外伤，前腿上暗红色斑点沉积。青瓷推测，此人是在站立的情况下被活活冻死的，且已死了2天有余。2天？正是，尸斑沉积如此之重，足见死时之久。你是说，这尸体在我大周的道观门口生生站了2天？我一直在想，2日未被发现的尸体，为何今早会露出手臂？因为歹人昨夜返回，不仅是为了嫁祸，更是为了拿走他手中足以证明真凶身份的证据。歹人想扒开尸体僵硬的手，却不小心弄露了手臂。李副官，撬开！真血，这东西怎么会在子谦手里？二小姐，奴婢劝过您，伤天害理的事做不得，事到如今，奴婢保不住您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让你伤子谦了？顾统领，是二小姐策划了一切。她用奴籍契约威胁奴婢，说要为大小姐出口气，除掉勾引世子爷的沈姨娘。贱人，我打了你的嘴！一个奴婢哪敢自作主张，定是主子授意。没想到宣平侯府的赵夫人平日贤良，背地里竟教唆亲妹杀人，当真恶毒。子期交得如此亲密，保不准他才是与那侍卫私通之人，怕东窗事发，才一时二娘。不是的，我没有私通，没有杀人。我信你。你为什么？私仇可私报，但公事只讲公道。沈姨娘，愿闻其详。其一，此人2天前便死在院中，说真是二小姐授意，春信何必等到昨晚才潜入？哎呀，是当值时间，婢女们要等到自己不当值的时候才能行动。是小姐让我晚些来的。其二，温子谦死时仅穿礼衣，若为嫁祸，留个活口攀污我更有用。而且大家想一想，男子什么时候才会不惜忍受被冻死的痛苦？也藏在柴垛后面，一动不动。怕是白日先疑，让人撞见了，这才慌忙跑了。前日下午，你不在我屋里当值，难道那个时候你在跟子谦鬼混？其三，昨夜我和墨竹异常困乏，定是晚饭被下了药。顾统领只需查查昨日谁进过厨房，便可知晓。我拿了衣服跑回去，可师傅拉着我说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你为子谦偿命。带下去。你确实有趣，沈姨娘缜密聪慧，叫人敬佩。沈姨娘，县主有请。白雪皑皑，佳人独立。什么东西啊？许是树上的积雪被风吹过来了。行了行了，大家都小心点，树上积雪。县主正在小憩，怕姨娘饿了，请先用些膳食垫垫。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用这种方式出现？这次力气大出许多，
看来刚才那顿饭是真的吃饱了。秀色可餐，原谅你了。你一个有夫之妇，你调戏谁呢？我跟谢明香做了交易，借了他的院子，彩星是我的人，你不用担心。谢谢你帮我做这些。这畜生没敢报官，只敢自己去找。他把村子和邻村都翻遍了，没找到青鸾，线索断了。这一拳是替青鸾还你的。我把他绑上来，只是给你出气的。现在可否痛快了？又痛快又不痛快的。青鸾其实逃得没有那么快，这屠户没找到他，是因为邻村有户寡妇把他藏了起来。2年前，他被一寡妇救下，养好伤后便离开了。那人嘴很严，一直不肯细说。或许坦诚相待，才能唤出那人的真话。谢云贵，你帮我看顾好他，我要寻个机会亲自见见他。好，屠户这边，我会伪装成马匪入室，不会有人起疑。把这个给那个被挑断手脚筋的女子吃，若不见好，便再吃半颗。这颗你收好，万一遇险，输了重伤能保命。这药怎么这么熟悉？赎金，这算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担心你。青鸾的事我会管到底，了结之后，你我前尘旧事一笔勾销。你走吧，我不要你的愧疚。看不出沈姨娘年纪不大，心事倒不少。风大迷了眼，让县主见笑了。说起来，本县主小时候还抱过你，不过当时手滑，让你脑袋着地摔了个大包。不怪县主，带我去的谢云贵才是罪魁祸首。好了，既然你精神头恢复了，就下去休整一番。宣平侯府的人正在等你呢。姨娘架子不小，老奴奉夫人之命来接您，竟是迟迟见不到人。周婆子是在责怪县主留我太久。老奴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还是慎言吧，说丢了侯府的体面，这事可就大了。沈姨娘才是，你抛头露面，惹出这样的祸事，还不收东西回府，回府替夫人发落，磨蹭什么呢？你这种人在外面多留一刻都是侯府的耻辱。看来是上午在平院发现男尸的尸体，被温明玉传回侯府。我的手会有脚，自己会走。看周婆子这个态度，温明色大概是只知道这件事的开端，不知其中真正的因果。你竟敢！走，回府。沈姨娘，听闻城门刚开，侯府就急着接你回去，世子爷便是挂念极了。沈姨娘，你这种身份卑贱之人，哪有资格跟官家小姐言语？还不快快上车！祝愿姑娘新年顺遂。男子的筹码有千万，女子只能靠夫家。清白二字便是女子立于世间唯一的筹码。沈清慈已然抛弃了母家，再没了清白，她对裴元盛还有什么呢？鲍夫人，沈姨娘的马车已经到了后院，将人带过来，顺便去请世子爷。证据确凿吗？清玄观的人送来的消息，说军巡抚看在侯府面子上，暂且瞒下了。老奴遵夫人的命，将沈姨娘从清玄观中接回来了。元郎，你为何不亲自来接我？妾给世子爷、少夫人请安。说说吧，你在清玄观都做了什么？
臭男人，大猪蹄子，居然跟别的女人坐得那么近！穿越者脑子里装的什么啊？回世子爷，妾在清玄观，上午清修祈福，下午洒扫大殿，日日如此，不曾懈怠。哦，世子爷，女人家到底要脸面，您当着这么多人问，沈姨娘自是不敢说的。我的妻儿变了，她以前鲜衣怒马，明艳似火，让我忍不住想将这团火握在手心，不让任何人看见。可现在那团火熄灭了，还不老实。老奴接亲时，京中贵女们皆对沈姨娘面露鄙夷，她大大的败坏了侯府的名声。你没有话要与我说吗？世子爷素来疼惜你，你只管说给世子爷，他会宽宥你的。原来如此，这场戏是为了扩大穿越者和裴元绍的矛盾。按照穿越者的性格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元朗，我在清玄观受了这么多日的苦，你不关心我，居然还质问我跟其他男人的关系。你这样对我，还说心里有我，放肆！主子面前哪有你吵闹的份儿，还不跪下？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元朗问我话，轮得到你这个老钱婆在这里插嘴？正愁没有理由把裴元绍推远点，憋了这么久，今天就闹个痛快。主母面前敢如此造次，我今天就替世子爷和少夫人好好教教你规矩。元朗，你就允许一个下人这么欺负我？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爱我敬我？就是啊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就是这么爱我的。是有你说话的份，还不滚下去领打！你问我是不是有话要说？你想问什么？问我院子里为什么会有男人？你说这些话，还懂半分礼义廉耻吗？裴元绍，你不签契书，不问父母，就把我收到院子里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问我懂不懂礼义廉耻？你他果然是个疯的，疯起来命都不要了。我为你抛弃母家，抛弃名誉清白，在后院当个人人鄙夷的贱妾，你呢？你说永不纳妾，永不与其他女人同房，你可遵守过一句诺言？大胆！凭你也敢质问我？普天之下，哪有男子为女子守节的？普天之下，也没有女子敢不顾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不明不白的住在男人后院里吧？如今看来，你不过是个背信弃义的懦夫。你后悔了？你后悔了又能如何？沈清赐你一个妾，生死都在我手心里。世子爷，我不是你的妾，没有奴妻，没有婚期，我是良命之士。我为我自己生，也只会为我自己死。我的生死从来都不在你手中。银色，你明日便去将军府取了他的旗冠，我要他这辈子都在我后院为奴为妾。好，这两人曾经真的是天地无间的情人吗？世子竟要将良民变为奴，简直荒唐！大周女子不可独立门户，离开侯府必定要回将军府。在与苏芷晴对峙前，我需要把跟穿越者有关的事搞清楚。少夫人，青瓷今晚施礼致祭，自请于梧桐院禁足，还请应允。准了，从今日起，沈姨娘禁足梧桐院，无故不可外出。谢少夫人。此番禁足，生死难料，你可去求少夫人另谋出路。姨娘，小姐，我陪着你，也护着你。好。墨雨，陪着
中女人，其实你一直都能听到、看见我吧？确定在这个时候被他夺走身体，沈清子，你可以，你能赢过裴元绍，也能赢过他。小姐，屋里的木炭只剩10天的量，今日送来的饭菜也是馊的。入夜后我出门找些吧。别麻烦了，我这有吃的。图中女，我跟你做个交易，我换物资给你，你帮我把裴元绍的好感度刷到100。知道你不信我，我用行动证明。这怎么回事？有人相助，快趁热吃。哇，小姐太丰盛了！裴兄，清玄观的事查清楚了，沈姨娘牵扯其中，实属偶然。真凶是温家二小姐的婢女春信。沈姨娘才智过人，行事妥帖，连安和县主都对其称赞有加，亲自邀她饮茶，这可是天大的荣光。在外抛头露面，哗众取宠，简直不是妇道。裴兄，你这是打翻了醋坛。大周民风开放，女子见外男并非什么不守妇道，何况是侯府送她去的清玄观。顾兄，车途劳顿，公事繁忙，谢你青睐。是我侯府约束不严，日后必亲自登门致歉。裴兄言重了，顾某职守所在，告辞。沈姑娘当真是所托非人呐。弟弟死了，我该怎么跟姨娘交代？他不是你弟弟，你哪来的姨娘？你只有一个母亲。当初万氏以退为进，成为姨娘，将女儿温明玉抬做嫡女，换得儿子温子谦被秘密养在府中。如今那个麻烦死了正好。沈姨娘的籍贯可曾讨来了？本以为他知道真相，会因为愧疚与沈清慈重修旧好，还好世子也是个烂好人。一个好字，真是定海神针。可惜我现在手头紧，没肉给你吃。吃。好娘，经得住诱惑，不愧是我们沈家军的医。虽然能直接联系二哥解决，但谢云贵，我不愿与前程划清界限，我想跟你牵扯不休。府中闹了鼠患，我们家夫人、公子和小姐昨日便去城外庄子过年。鼠患？2年前无聘无媒的纳了人家女儿，想来是终于良心发现，上门请罪去了。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我是将军府，我也不给他们开门。籍贯还没拿回来，耽搁了这些天，你到底是怎么主持那些事务？是妾身无能。夫人，这是朝阳长公主府的帖子。朝阳长公主谢长明的府门关了3年，陛下亲设宴席都不见人。正月15举办登宴，居然邀请了沈姨娘。朝阳长公主是如何知道妻儿名讳的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从妻儿进府那日，你就容不下她。大婚当日被截胡，受尽全城羞辱，我凭什么容得下她？对外就说她病了，不能赴约。那是朝阳长公主，我们侯府得罪不起。不服！哼！不气不气，沈清慈那个疯女人还等着我教她朝阳长公主府规矩呢。我想回家。我攻略了3年，才70好感度，你骂他一顿，居然直接涨到了80。这样听起来，裴元绍好像挺欠骂的。穿越者似乎也不是自愿待在我的身体里的，是有什么力量让他无法离开吗？
朝阳长公主谢长明为何会邀请我？她是谢云贵生母，莫不是因为穿越者悔婚？这是什么谎言？这种规矩和悟性，怎么总觉得这沈姨娘像换了个人？沈姨娘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小姐，如果您不想待在这里，墨竹陪您逃跑。墨竹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做毒药，既不是想害人，也不是想自尽。因为签婚书，我们能跑的。这世道是男子的天下，妇道夫道即是天。若我逃了，裴元上便能告到官府，强压着我签下契书。2年前我糊里糊涂成了裴元上的妾，如今要走，也必得走得光明正大。墨竹相信小姐，墨竹会一直跟着您，帮助您。那现在我就有一件事需要你帮我，只能帮，不许问缘由，只管照着念。你是谁？告诉我你的名字。你在问我，直接说呀。我叫什么？我的名字是什么来着？不对啊，我怎么会不记得自己的名字？明明就在嘴边。系统，我是谁？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告诉我啊！不要叫我宿主，我不叫宿主。解释一下，系统回家和好感度分别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从几千年后的未来来的，那里有电视、手机。系统是把我送到这来的东西，能发布任务。我的任务是让裴元上全心全意爱我，好感度达到100，我就能回家。原来如此，不过就算理解了他的行为，我也不会原谅他。墨竹，下个问题问完，不许回头看我，不要做任何思考，以后永远都不可以问。境界词都有什么？交换的条件是什么？反正现在交换不了。你要是答应帮我把裴元上的好感度刷到100，我就不抢你的身体了。好。这颜色艳俗，可小姐穿上都像是一只行走的腊梅。谁家如此大的手笔，竟在醉仙楼大开流水席？听说是首富钱家得了天大的喜事，这才开席宴请全城百姓。钱家，莫不是那位宝小姐寻回来了？真有醉仙楼开席，后有公主设宴，京都这个年过得好热闹。云贵儿3年未见清瘦了，过来让母亲瞧瞧。为何要让她来？我不把那丫头请来，你又怎肯露面让我看你一眼？城外的麻烦是你指使的，为何要做这种事？大周西域北境3族鼎立太久，需要有人把水搅浑。朝中那帮懦夫不敢，我敢。我绝不会认可你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手段。你想要那丫头吧？一道圣旨，我把她送给你如何？不许你动她。青瓷有自己的意志，她不是物件，谁也别想左右她。门口长龙已然惊艳，院中巧夺天工的灯笼竟还有这么多。朝阳长公主用龙灯，这是不是有些僭越了？嘘，御史台的不敢说什么，你可千万不要多嘴，小心脑袋不保。万两珍珠绣龙灯，这赏灯宴筹备至少半年有余。二哥，2年了，他的救济竟然还没养好吗？小姐，苏小姐怎么穿的和你以前一样？她不是喜欢飞粉丁香吗？他在学我，还是他喜欢的？也从来都是这些，只是以前都是伪装。吓死我了！穿越者在害怕，苏芷晴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二哥哥，是青瓷，我们要不要去跟他说说话？没什么可说的。二哥不理我也好，这样他才更安全。嘿，沈姨娘，又见面了。沈姨娘好。坐到后面去，不要丢人现眼。
是我来寻姨娘说话。世子这样说，莫不是觉得与我说话丢了宣平侯府的人？我只是约束家眷。世子爷，快回去，大家都在看呢。都传着宣平侯世子宠这位姨娘宠得厉害，瞧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啊。可惜沈姨娘上次见她还是3年前的马球会，将军之女风姿绰约，如今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打马球的样子。有裴元绍这个夫君，丢人，太丢人了。京都刚封城半月，朝阳公主进行西域人表演，这是何意？而且传闻朝阳长公主跟西域……闭嘴！想死别拉上我们！幸好谢云归不在，不用像10年前那样承受这些异样的眼光。长公主到。龙纹，他竟然绣了龙纹在闪。都起来吧。庆区、皇城司、军巡抚，京都3军的指挥使竟悉数到场，除了名门，尽是手握重兵之人。光喝酒怪无聊的。哎，空的，没写东西，不用跪。圣上体恤，赐我一道空圣旨，今日拿出来作为彩头，与诸位同乐一番。虽然10年前就有传闻说谢长明是个疯的，但疯成这样，这也算是疯子里面的翘楚了吧？这是房契田产，这是王侯爵位，而这是一道至高无上的旨意，财富、名誉、权力，全都在此，都算作今天的彩头。诸位可否尽兴呀？长公主豪爽，不愧为我大周的瑰宝。长公主天恩浩荡，臣等愿与殿下同喜同乐。很简单，文采、武略、智谋3项比赛全胜者，便可拿走所有彩头。是啊。一炷香内，人人皆可上前报名。10年前，王爷骂长公主贿赂皇室，我的云儿被设计为妾。若有那圣旨，我的云儿便能脱离苦海。是啊，怎么说？我一直在等的机会来了。不是说那顶冠冕，一座宅子，一阵空白的盛世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大好机会。一炷香内，人人皆可上前报名。小姐，你想去？去。去，拦住他。世子爷，且静待时机。啊！这你要做什么？宣平侯府好胆色，前宅后院皆要报名，不愧为我大周开国功勋。世子爷，长公主面前切莫失了体统。那便请世子爷、夫人先行报名。谁要我报上名？凭我的文才武略，定能在彩陶，看他还如何翻起风浪。小姐，我也想报名。您教的武功我学会了第一式，我想试试。墨竹，去报名。切，虽然这长公主有点吓人，但是这也太抽象了吧？这种热闹，怎能少了我秦云英？第一项比试，文试，在一炷香内，为今日之景写一句诗。母亲说，才学是魂妹的小家子做派，要担主母重任，不可外露。可现在，我能为自己吟一句诗吗？为长公主写2句诗有何难？沈清次必被淘汰。土著女，你求求我吧，我这诗词库大的惊人，随便教你一句就能惊艳全场。我的诗是二哥所教，二哥笔下是他的沟壑，而我
要勾勒自己的，此事无关输赢。2年间，他反反复复说的诗，也就是那几十句，多半是贝尔哥的。现者做事，他只能闹笑话。府门向南开，龙灯往前望。这种文采也敢写诗，真是莽夫。勇气可嘉，前途无量，赏白银10两。难道这场游戏竟不只是他的一时兴起，是他光明正大收买人心的手段？饮府中美食，进大洲瑰宝，写得有趣，赏1个、2个、3两个，登登漂亮。言语朴实，赏谁言冰心终寂寞，春来依旧笑云霄。宣平侯府温室，才疏学浅，殿下见笑。名讳，复名为温明瑟。好诗，不是夸我贤良端庄，而是夸我的诗，竟好像超过了过去19年的任何一句赞赏。华灯初上府门开，正月15动京都。文辞工整，世子爷好才选。庸俗，携手傲骨皆无，写的什么玩意儿？孤光指薄竹骨轻，敢以微芒破长夜。我记得你叫墨竹，以微光破长夜，好大的口气。回长公主，奴婢的小姐常常教奴婢要有志气。这丫头扯谎倒是一把好手，我何时教过她这个？那就瞧瞧，你家小姐能写出什么？醉看灯下影，笑谈杯中阵。宴席如沙场，推杯换盏皆是魔力。长公主，我勾勒的是你胸中的沟壑。我很喜欢你的诗。得公主谬赞，青丝不胜惶恐。他从哪儿传来的这种句子？奇耻大辱！落子难回首，浮生梦语迟。沈二公子，何事烦忧？只是一句感慨罢了，长公主不必在意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天哪，他要吃3百手！你快去问他知不知道手机、电脑、海底捞。顾长风，他也是穿越者。找机会试探他。此关名唤夺灵，一刻钟能夺得惊雷手中铃铛者胜。这样的比试实在不适合内战女子，你回去。第一场，宣平侯世子裴元绍。哪怕为了侯府颜面，我也必须赢下彩头。看招！世子爷威风，先发制人，好胆识。我原以为世子刚才的脸色已经够黑了，怎么还能更黑呀？大概下限比较低，还能再突破。我家元老本也是金尊玉贵的，不擅长这种把式也正常吧。这个侍卫竟然真的敢对侯府世子下毒手！行了！只会躲的废物，放水了。劝你放弃，自然紧催我，你赢不了。我怎么觉得那侍卫比元老厉害得多呢？宣平侯世子夫人温氏，我是温家嫡女，是侯府少夫人。若像裴元绍那样狼狈争强，我这辈子还有何体面？世子夫人未能通过武试，没给侯府抹黑。承让。围绕，我知你的规矩，下次再好好打一场。
沈清慈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好。他怎么不动啊？这是要放弃了？那个在侯府发疯的劲儿呢？快动啊！别在这时候认输。承让，我赢了。好计策！秦姑娘好功夫，沈姑娘好谋略。到底是沈将军的女儿，不减当年马球场风采。追求，我必将你锁死在梧桐院，这辈子也休想再逃出半步。对啊，若是硬的比不过，我们还可以靠谋略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累了吗？只是觉得青瓷有些不一样了。他不是一直都这样狡诈，善于伪装。下一个，墨竹。小姐，墨竹绝不给你丢人。墨竹未能通过武试。等你练练，我们再比。很棒，打得很漂亮。我下次一定要赢，绝不给小姐丢人。锋利又忠心，真是个好孩子。沈二公子这套障眼之术神乎其技，在下输了。恭喜将军府沈二公子顺利通过武试。惊雷分明是放水，放河放大，哪来的障眼法？不过公主府的侍卫能这么配合，这场比试果然是有备而来。武士20进10，最终局比棋艺。完了，下棋我真不行。这局棋你可输定了。原来如此，惊雷之前放裴元绍通过武试，是为了把他留给我，亲手终结。青儿，我记得你以前只会耍了一下五子棋。世子爷，今天是比赛。现在认输，我既往不咎。只当你那天说的是疯话，我会如以前一样待你。怎么，怕输？提前求饶？沈清慈，你不是答应过我过月元郎吗？这态度不对吧？你输定了。攻略，我的攻略方式我自己决定。裴元绍落子很辣，直听命门。沈清子看似可以牵着鼻子走，可为何阵脚丝毫不乱？小姐这是在请君入瓮。上莫提及宴，府外私会，私相授受，退婚娶温弥色，藏我入府，皆因为你而来，没有正视过我。塔龙对杀，不可能，他这只会下五子棋的水平，怎么可能看穿我的布局？他不是青儿，我的青儿绝不会这种眼神看我。他是谁？裴世子，该你了。世子爷就被沈姑娘伤得气急过心。一局棋输了便输了，何必气性这么大呢？长公主莫怪，快扶到旁边休息。大好的日子，别闹出人命。青儿就是这样。裴元绍，我赢了。输了就赶紧到一边去。这是沈家兄妹对决，好妙的缘分。沈姑娘不是早就与将军府断绝了关系，何来兄妹之说？也是，相传沈二公子国士无双，这局棋沈姑娘怕是悬了。这是暗部的密文，二哥是在用棋局跟我说话。你还好吗？二哥雕有密语，便是要掩人耳目。他要掩谁的耳目？苏芷琪。这沈姑娘棋上带煞呀，谁跟她下棋，谁就咳得停不下来。裴元绍，二哥，难道二哥如今的孱弱，并非因为咳疾，而是我哥与裴元绍相同的缘由？二哥哥，我们不下了，回府找医官，照顾好自己。沈清慈会师胜出，得胜榜首。好！沈姑娘才智过人，今日彩头一并赠与你。民女沈清慈叩谢长公主圣恩。世子爷，长公主面前切莫冲动。慢着，
沈姨娘乃我侯府妾室，按律法，她做的一切皆归侯府所有。哦，世子是料到沈姑娘所求，这才心急。沈姑娘文武双全，连闯3关，一下彩头，莫让这些琐事耽误了她开口讨赏才好。回长公主的话，民女想要离开宣平侯府，恢复自由身，迁籍贯，自立女护。哎，就是这样。女子还想自立门户，花天下之大计。挺敢说的呀！回长公主的话，求封位还我自由身，圣旨赐我立女护，亲此心愿，仅此2样，别无所求。妾室与田产奴仆一样，皆是夫家的财产，岂不可离开夫家？女子更不可自立门户。你是说圣上的圣旨说了不算？这公主，还是说你们觉得我说了不算？本公主就允了你，从今日起，你便可离开永安侯府，自立门户，恢复自由身。民女沈青慈，叩谢长公主深恩。青瓷赢了，但这赢一局还远远不够。妻儿真的要离开我？她曾为了我甘愿放弃一切，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恭喜啊，林姑娘！沈姑娘果真飒爽，我等楷模。沈小姐何时开府？若有需要，尽管开口。非议如是，涨潮退潮，静止在一瞬。这世上唯有胜者为王。公主府已交代过，您是这里的新主人。见过主子小姐。此番行动算是狠狠打了宣平侯府的脸，必须要在他们楠木主的奴籍做文章之前，把这件事处理妥当。世子，您这是私闯民宅，按律当拘禁杖责，持械闯入，刑罚翻倍。许伯，去报官。青儿，此件是我负你，跟我回去，我立刻休了柳姨娘，此生永不纳妾。休掉怀着孩子的妾室，裴元绍，你真是让我恶心。你既然不肯吃软的，那就别怪我硬气了。你的姐姐是不在侯府了，但这样的奴气尚在，我来学回府中逃奴，天经地义。墓主，躲到后院去，我绝不把你交出去。我不怕。贱婢，凭你也敢动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人不以出身论高低，只以品格论贵贱。仗势欺人，卑劣至此，你才是天下第一贱人。把这贱婢抓起来，拔了她的舌头。小姐，这次让我来保护你。混账！你们竟敢对我兵刃相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小姐，杀个几分死？这是我童年岳父兄才的男儿，3分。沈青慈，你这样杀我，你疯了！不能杀他，杀了他我就再也回不了家了。你答应过要帮我的。按律杀良民者，以命相抵。他算什么东西，值得我以命相抵？可以。你竟然敢打我！原来你也会因为受辱而愤怒。我是薛平侯世子，对我动手，你可是下场。徐伯，夜半进贼，看清贼人的脸了吗？夜黑风高，无一人看清。小姐，我这就去府衙报官。你这样报官，一点情面都不顾。不是，你不是，你是神。最后一片碎片，不上了。原来怀疑身份就是禁忌。葛云绍不肯认同穿越者，所以被规则惩罚突袭。二哥他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察觉不到我被替换？他迟迟不和我的科技，是因为他整整3年都在对抗这该死的规则。曾经精彩绝艳，
灌出整个京都城的儿科被折磨的只剩一把骨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晴儿，你终究还是放不下我。不许用这个名字喊我。小姐，真杀了。水淹土埋，皆可抛尸无形。小姐选哪个？没死，只是晕了。和这些护院一起，先绑了扔进后院。有歹人趁夜行凶，见报官便四散逃了，并未看清模样。你锁好院门，我们会巡街搜查，有消息会立刻告知您。握主，那少子与暗卫皆是沈家军手段，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奴婢奉二公子令，保护小姐。二公子曾交代，除非小姐与裴元绍决裂，否则绝不可表明身份。你并无武功，二哥为何选你？因为我的嗅觉灵敏，无论毒药分量多精巧，一闻便知。怪不得当初侯府送来的菜总莫名其妙少了几盘。那是被我偷偷处理了。谢谢你保护了我这么久。你真正的名字是？那名字我已抛弃，死后我便只是小姐的墨竹。墨竹，你到房外守着，野猪相候。如果我没有出去，或者出去时打不过你了，你就杀了我。这是性命攸关的事，一定记得我的话。你能杀了我吗？我能，小姐交代的，无论是什么，我都一定会做的。墨竹会无条件执行我杀人的命令。你想死，就尽管来抢身体。禁忌词是什么？停手！你这个疯女人，是交换夺胜，不是我。所有与身份有关的词句。为何2年前我对青鸾说出禁忌却未生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丫头很奇怪，居然不会被系统修正记忆。系统修正记忆，这是谁做的？你还是苏芷晴？怎么修正？系统自带的保护机制呀，要不然你这种吓死人的性格，我来的第1天不就露馅了？系统受谁控制？没人能控制它，但苏芷晴好像跟系统有关。继续说，苏芷晴到底还知道什么？我以前以为她是那种恶毒女儿，专门撮合我和裴元绍，好趁机陷害我。结果她居然是真心助攻。真心助攻？对啊，直到有一次我撞见她往床下的木匣子藏东西，她眼神特别凶，好像早就看穿我不是你了。木匣？她还威胁说有100种法子让我魂飞魄散。她那种配置在画本里肯定是恶毒女配。什么叫恶毒女配？就是为了衬托我的美好品质而被创造出来的坏女人啊！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本叫《霸道王爷爱上我》的画本。画本？我是假的，我身边的亲人、爱恨，全都是虚假的文字。青瓷，万事万物套路无穷，其中章法唯有人心可破。你似万物，则万物因你而存在。真实也好，虚假也罢，我真切的活在这里，我爱的人还在等我，我依然是沈青瓷。你好好的做我，你自己干什么？现在裴元绍的好感度是多少？90，整整90。我对他掏心掏肺才70，你对他又打又骂，他居然快满了。裴元绍是不是有病啊？90，那就意味着能换9颗药。你又没生命危险，花那么多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顾长风他也是穿越来的，也有系统，也有要攻略的目标。他会被唐诗，肯定是，其他我就不知道了，你去问他呀。下次起事前，先想好摆脱之法。小姐，太好了，你打赢我了！等事情了结，带你去买最贵的点心，可不皮。我要跟小姐住一个院子。铁鹰，派人去宣平侯府找温明色，告诉他带足诚意来赎人。要说明世子在咱们这儿吗？不用，温明色的人肯定在门口候着呢。铁鹰，你随我去顾府寻顾长风。墨竹，你看好柴房里的麻烦。孔雀开屏。沈姑娘，年前等到年后，终于把你等来了。温子谦并非冻死，而是死于草木之毒。
春信是蓄谋已久。看来沈姑娘早就料到这结果了。毕竟站着不动，任凭自己被冻死这事儿，确实过于离奇。这验状是废的，不会进结案卷宗。统领得闲，我请你吃最先楼新出的肯德基。什么鸡啊？不知道肯德基，你在问他麦当劳？麦当劳？卖我什么？什么？你到底是不是穿越的？最先楼新出的烧鸡，购买之人良多。日后统领得闲，我请你吃。好说，沈姑娘邀约，顾某必定吃美酒静候。本以为是家人邀约，没想到在自家吃了个鸿门宴。与小姐说的分毫不差。那位少夫人说明日会亲自上门拜访。铁英，带大家去休息，明天再统一安排职责。是。是。写了什么？不是说前尘往事一笔勾销，蹲在我树上做什么？公事。啊，蹲在女子院中的树上是公事哦。私事。我有事，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上次那位被抓的女子如何了？你可有给她吞下那药丸？那女子吞了半颗药后便恢复如常，现已返回家中了。此物能解你燃眉之急。多谢姑娘，还是不能说原因。有人要害我全家，二哥知道的越多越危险。这个药能救他的命，你一定要帮我瞒好。我去杀了他。别啊！惹疯子干什么？你们疯了！我亲手杀。系统说杀了苏芷晴很危险。你藏着的秘密是不是比我想的还要沉重？谢云贵，我不需要别的，只需要你信我。你信我吗？我信你，你说我便信。琪儿，快来给琪儿看看，怎么样？她会没事的，对吗？母亲，您这是？这脉搏强健有力，气血充盈，竟是从未有过的康健。竟然如此，昨日咳得那么重，怎会突然康复了？二公子昨日在公主府，可是服用了什么神药？母亲，想来是昨夜一口气将病气发了出来，今天感觉身上大好，竟是久违的饿了。竟然如此！二哥哥，我听闻你清早传医官，可有大碍？没事，芷晴不必挂心。为何来得这么慢？还不赶紧让人把身子松了，把沈姨娘绑回去！沈姑娘，诚意我带来了。小姐莫要上当，我的吉器从不在宣平侯府。墨竹姑娘的吉器确实不在侯府，只是沈姑娘派人传话，让我拿出点诚意。我思前想后，便也想不到比这更有诚意的了。既然少夫人如此大度，那便两清了。铁英，去京兆宇撤案。是。温明寺，你疯了！你居然给他送钱！一场误会，解开了便好。我便带家仆和世子爷回去了。报数。沈其子80了，果然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的尊严踩进泥里才有用。凭什么？你这么揍他，他好感度都比我哄着他的时候高。前任他为何用这样哀伤的眼神看我？难道他还没放下我？再吧。90、94、95了，挺不动了。不过积分补回来了，我有95个积分了。若无旁事，我便随世子爷回去了。倒确实还有些旁事，夫人请挪步到屋中一叙。系统都能换什么？衣食住行，美容丸应有尽有。你看这颗易容丹，保你肤如凝脂。救命的药还有什么？没了。
剩下的都是变美的，救命的就那一个。这系统不愧是为了攻略而生。虽然没有现成的药，但是3积分就能换一本医书，好像记录了很多药方。换给我。对了，终极物品里面还有个东西，你肯定会喜欢。这有什么？我们那个时代还有好多武器比这更厉害，可惜系统只能换冷兵器，不能让你见识见识。还有什么？咦，哈，什么都有，你甚至能在家里布置一个练武房。好了，其他能用钱买到的物品就不用换了。小姐，有人找你。他有青鸾的消息，只肯单独见你。您便是救了青鸾的恩人。敢问小姐名讳？我叫沈小刀。我总算等到小姐了。青鸾姑娘有话留给你。青鸾留了什么话？她说去寻了尘真人救你，让你千万保重自己。原来生者是青鸾，在2年前就去求了真人。你是青鸾的恩人，便是我的恩人。不是他救了我，那年初冬我想自尽，是他夺了我的刀，劝我活下来。初冬，青鸾在你那里藏了多久？青鸾姑娘待了整整3个月，她是11月出来的，来年正月里走。青鸾被抓走时是8月，3个月的空隙，青鸾定是回了将军府。他对二哥说出了一切。无论如何，您救了青鸾，听闻您独居城外，若不介意，便留在我宅中做主事娘子。谢小姐好意，但我这脸……这是一祖传偏方，能治疤痕，您回去吃吃看。二娘定竭尽全力为小姐干活。此后我们不说恩，只说情。问到消息了？青鸾没事，谢云贵，谢谢你帮我。不客气。怎么，又要跟我前尘往事一笔勾销？不许再说这个词了。你装成人牙子带人进来，是要避开谁的耳目？所有人，现在京都城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你身上。那还挺荣幸的。你有见到二哥吗？他怎么样？我见了他，他没见我。药喂了，病似乎是治好了。穿越者曾说苏芷晴有一个宝贝木匣子，或许那就是关键，得调他出来。你们有事瞒着我？谢云贵，我不知道二哥瞒了什么，但我要赢过一个未知的东西。15日后，我会在宅中设宴，你愿意陪着我吗？要我亲口说，你才知道我愿意吗？我想听你说。我愿意。要我怎么陪？又不让我杀人。到时候可能会牵扯出10年前公主府那件事，你会难受吗？牵扯到那件事，惹怒了母亲，就不是返还封赏这么简单了，会死的。谢云贵，我更在意你会不会难受。提与不提都一样，只要对你有用，你想利用谁都可以，但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别再哭了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，只是别再哭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搞什么？又不是男主，为什么说男主的台词？大宅牌匾又写什么？就写沈宅，宅院也该布置起来了。墨竹，你去采买一些家具和礼品，让许伯去请个花匠。是。往左边放，对，就是那边。小姐，我听说这也是我那日在醉仙楼开流水宴的京城首富钱家，就住在我们旁边。墨竹，你挑些雅致的礼品送给附近的商户。花匠来了，留下吧，你往后便叫阿福。谢小姐赐名。意为好自为之，自求多福。既然你们想安插眼线，那我就给你们机会。小姐，他们知道你是长公主的人，送的一个比一个贵，你这是接着送拜礼敛财呢。哇，真会薅！真正的好东西，实在不是10几日内就能置办好的，得赶在宴席前置办好一切，是得出点歪招。钱家也太好气了。墨竹，去发请帖。宣平侯府、将军府、
一个都不要漏。是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怎么路上这般热闹？又是哪位贵人设宴，竟引得如此多的高门大户一起出动？你们不知道吗？长公主亲自赏了宅院，独立了女户的那位沈家小姐呀！什么？女子怎能独立门户？嘘，长公主亲自设的，你敢反对，不要命了！沈姑娘，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见呀！顾统领青年才俊，倒是风姿依旧。里面请。心儿，你还在怨我？少夫人，许久不见。宣平侯世子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心火太旺，怎的没寻医官瞧瞧？二哥，怎么好像比上次见时圆润了许多？青瓷这宅子好生气派。户籍也迁了，正好，彻底与将军府没有关系了。青瓷，二哥哥就是固执，等他消消气，阿姐定帮你劝劝。那就有了阿姐了。自家姐妹，不说这些。恭请长公主殿下万福金安。这牌匾写得漂亮。回长公主的话，此乃青瓷婢女墨竹提笔写下的。绿叶配得不错。青瓷与这宅邸一样，愿为绿叶。宴席开！来，二小姐如今倒也真是风光了，满园富贵迷人眼呐。长公主殿下是女户，沈小姐便是沈宅当家，何来二小姐之称？瞧我吃了2口酒，便说得顺了嘴。夫人不妨事的，姑姑以前是最疼爱妹妹了。苏家表姐说的是，谢谢苏家表姐替我在母亲膝下尽孝。苏家，她竟敢当众提苏家。姑姑2年前大病一场，伤了身子，只情自是要侍奉左右。我主动与他对视2次，他竟没让。穿越者将我夺舍，难道是积分用完了？还是这系统有规则束缚，不能在众目睽睽下动手？二哥哥，我刚用了1点积分，换你康健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都怪沈青瓷当个无闲事烦心的妾室，乖乖让男人宠着不好吗？非要与我作对，折磨的姑姑与二哥哥皆不能安静。今天的戏差不多也该开唱了吧？辛苦苏家表姐，如此孝顺我家阿母，待我归家，定请母亲重重赏你。这赏字用的，直接把苏芷晴当成了下人。二哥哥，长公主面前，万事回家再说。我会帮妹妹把花带给姑姑。我与阿母之间可需表姐传话。苏家表姐该不会在我将军府住久了，真把自己当成主人了吧？妹妹怎可这样误会我？前2年若不是因为你不懂事气病了姑姑，很能事还不动手，要说便直说，遮遮掩掩给谁看？你若觉得我这委屈，大可不必留在这。芷晴性子柔顺，你玩笑开得过了。二哥说的是啊，青瓷玩笑开过了，表姐别往心里去啊。我身体不适，想去歇息片刻。墨竹，带表姐去偏房照顾周全。一会儿你若敢抢我身体，我让你死！我什么也没做呀！你死恶毒女儿，不要波及我！殿下，酒过3巡，青瓷备了蝴蝶兰供君一赏，此冬迎春。这不是蝴蝶兰啊，这是墨檀。自新帝登基，京中无人敢摆墨檀。沈青瓷是疯了，还是被人蒙骗了？是挺香。10年前的公演，谢长宁
曾为一夕玉华将亲手杀父。先皇这里将那人剜肉剔骨送去公主府，人人都以为他会疯，可他帮助最不受宠的贤妃与年仅7岁的小皇子，从韩王手中夺下皇位，一举翻身，成了大周权势之巅。如此豪华，从哪里挑的？我宅中的阿福最会养花，皆由他亲自挑选采买。眼光倒是不俗，赏。叩谢长公主殿下，谢小姐栽培。谢长宁竟然真的没有生气，也真的赏了。胆子不小，你觉得谢云归心悦你，我便不会杀人。青子是觉得有些冤案，无论过去多久，都应当沉冤昭雪。沉冤昭雪，口气不小。你要翻谁的案？先皇，还是李相？青子认为世间的真相不在卷宗中，只在于悠悠众口。青子愿为殿下翻案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谢云贵，也为了我自己。赏和宴前查清，2个月时间，成了赏，不成，今日之事一起罚。是，绝不辜负殿下期许。好疼啊！怎么回事？小姐，嘘，沈小姐这是怎么了？可要传医官呀。不是，只是累极乏了，恐不能相送，还请诸位不要怪罪。哪里的话，快扶你家小姐下去歇歇吧。小姐，我这就去叫医官来给你看看。不要惊动医官，你去门口守着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疼死了！这一天天过的什么日子啊！你还想抢我身体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！说，刚才怎么回事？刚才好像有股诡异的力量，像吸尘器一样往外吸。往外吸？我感觉要是被吸走，我就永远消失了，再也回不了家了。不是夺舍，是有力量想把它从我体内驱赶。这串珠子碎裂，是因为他正在拼死护住这个穿越者。墨竹，你进来。苏芷晴那边发生了什么？他就这样手心向上，定足了半刻钟，明明手里什么都没有，却像拖着重物。手心向上，空空如也，这不是我向穿越者讨要东西的样子吗？苏芷晴在换什么呢？又为何会入定呢？苏芷晴是妖怪吗？为何这样问？我亲眼所见，她坐于桌前，足有半刻钟没有眨过眼，常人怎能做到？苏芷晴也有系统，她用系统想把穿越者从我的身上抽离，被菩提珠川阻碍了，让他陷入静止。不杀？杀，不过要等2个月后赏和宴。我帮你，要寻桃木剑吗？得用别的法子啊。都说了不是鬼，不要搞封建迷信。瞧见你这副样子，我便放心了。等此事了结，我要回北边找大哥。你又要走？谢云贵，谢云贵，我要嫁你，你来娶我。你想嫁我？是，我一直都只想嫁你，过去想，现在想，未来也。你当真想嫁我？还要让我说几遍？想再听你说。那封退婚的家书。没事，我不在意，只要你心里有我，我什么都不在意。我想娶你，青子，我想娶你。好。
吃。瞧二娘这疤，蛋蛋快看不到了。多亏小姐的神药，昨日墨竹教的词，今天我可算用上了。情深意重，千金不换。还是一样的感觉吗？一样的，怪吓人的。果然，苏芷晴就是想把穿越者从我身体里抽出来。接下来他就此停手，说明他的积分也有限制。说是不停。铁燕，他们又不拦你，怎么总跳窗？蜀墨你青玉，跳窗就很清白吗？跟你二哥学的，给，去将军府厨房偷的。彩星搜遍了苏芷晴的房间和床铺，都没找到那个木匣。搜不到，看来他是随身带着了。我要换衣服了，你出去吧。小姐，咱们去哪儿？去街上，找点麻烦。我儿当真好，今年竟没有犯病。我年年只换3分的健康，让二哥哥续命，并不能完全恢复。今年提早换了些，竟有这样的功效。芷晴，你从沈宅回来便忧心忡忡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芷晴没事，只是瞧着二哥哥变好了，替哥哥高兴。没事，或许是个好兆头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绝不能让沈清慈回来。神明庇佑，现在你二哥也好了，我也比前2年康健了许多，是时候帮你张罗婚事了。芷晴不想嫁，只想陪着姑姑。咱们不是早就定好了，等谢云归那孩子从北边回来，就给你们完婚。都听姑姑安排。这坠子水头极好，佩夫人新给您做的衣服，定能艳压群芳。别说这个，姑姑常教的沉静内敛，莫要忘了。是，奴婢记着呢。沈小姐，贵客，快请进。青瓷，今日竟遇到你了，当真巧。晦气！我家小姐好意跟你打招呼，你这是说的什么混话？小姐说话，你一个婢女插什么嘴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打我？听沈宅的规矩。沈小姐果然如传闻般一样乖张暴力，一朝得势，竟是不把礼法放在眼里，纵容婢女随便打人了。苏芷晴和婢女皆未带行囊，若谢云归在她屋中还是找不到木匣，那必定是在她身上。我竟不知你家主子小姐是何时独立门户。我家小姐是将军府的人，将军府便是小姐的门户，何须独立门户？那你的奴气也在将军府。既然你敢对主家不敬，我今天便替母亲好好教教你规矩。沈小姐，这店铺生意，今天店里摆着的我全都买。嘿，好嘞，我这就帮您包起来。这钗子，我家小姐已经要了。这苏家小姐惯是喜欢抢别人的东西，给她便是。怎么这么强词夺理？明明是我们家小姐先看好的。小姐今天就是为了找茬才出门的，不强词夺理怎么找茬？啊！你要做什么？将军府的规矩一条一条的背，什么时候背完，什么时候起来。青瓷，你的人先动手，又屡次挑衅，过分了些。说他背不出，便是你交了个只会信口开河、嚼人舌根的好婢女。我背，你不要为难我家小姐。第一条是婢女背得出，是我错怪表姐了。这套首饰，玉珠钗送表姐赔罪。阿姐，青瓷不是存心为难，只是气你占了阿母，但你总归是我阿姐，我们能和好如初好吗？我与妹妹从未离心，又何来和好如初？有阿姐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墨竹，误会一场，把人放了吧。我摸遍了他全身，什么也没有。穿越者看到过的木匣，绝对不会平白消失，一定是有人把它藏起来了，不在屋里，不在身上。那东西到底在哪？那马上过来了，小心！这是
是哪家小姐啊？怎么突然冲出去拦车？好生吓人啊！苏小姐这是何意？世子爷才是，为何总避而不见？又是何意？无论如何，苏小姐不敢拿自己性命开玩笑。我知你不会让我受伤。哇，这女人好手段啊！苏婉堂性情内敛，绝做不出此事。这模样像极了3年前被夺舍的我。裴公子，苏家妹妹拾了你的坠子，一时心急还物才冲撞了马车，还请莫要见怪。裴某谢过苏小姐。不是，我妹妹受惊了，去我车上歇歇。你是沈清慈吧？干嘛破坏我跟裴玉郎的姻缘机会？她这女人最喜欢破坏别人姻缘了。麦当劳，肯德基。天哪，你也是穿越的？我还以为全天下就我一个。我也以为只有我一个。我请你去醉仙楼吃酒吧，我刚领了这个月的零花钱。醉仙楼人多口杂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苏小姐，不如来我家中一叙。这样也好。你来了多久了？怎么讲话这么文绉绉？你呢？哎呀，别提了。我正月15刚加完班往家赶，一晃神就变成这个什么苏家小姐了，烦死了。我们回去详谈。住豪宅还有独立户籍，爽死了！苏家规矩太多，我真的要崩溃了。你的攻略对象是裴玉郎，说好感读到100才能回家，可我俩连面都见不到，只能主动出击了。你没想过，你这样行事，苏家小姐以及整个苏家会遭受多少非议吗？画本世界攻略完不就结束了吗？而且我帮他加入侯府，他该谢我才对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尚得两两相看，这般违背他的意志与强买强卖有什么区别？苏家父母教育我时说过你的事迹，你的攻略对象是宣平侯府世子吧？你的进度多少了？70。你不都去当宠妾了吗？怎么才70啊？我才来2个月都50了。这种东西是越升越慢的。你若听过我的事，就该知道我的攻略速度不比你慢。你2年都没成功，我怎么办？我想回家。所以我便是想告诉你，你这样的攻略方式行不通，只会步我的后尘。我知道舔口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可我不主动，连见面机会都没有。我可以帮你创造见面机会，但在那之前，你必须扮演好苏家小姐，不可再贸然行事。好，穿越女互帮互助，一起回家。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帮你。你原本的名字是什么？我叫……我靠，我叫什么来着？别害我宿主，我不叫苏婉堂，我叫什么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系统，你把我名字还给我！看来所有穿越者都不记得自己的名字。如果重新夺回他们的名字，会发生什么？这好像是系统的影响。你回去一定要多想一想，记住不要被别人发现，不要露馅，乖乖等我。好，我等你。小姐，你突然昏迷，吓死我了。医官说你是气急攻心，都怪沈家小姐。谁？沈家小姐？将军府嫡女沈清慈啊。我是谁？小姐莫不是睡糊涂了？您是苏家苏芷晴啊？沈清慈，他们在说什么鬼话？这世界是不是出 bug？ 你们先出去，走。我是谁？我是沈清慈。不对，我是苏芷晴。你不是苏芷晴，你是沈清慈，你是沈清慈。疼痛！哥哥过去3年一直都在忍受这样的折磨吗？我已经弄丢了自己的名字，你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啊，沈清慈。我是沈清慈。苏芷晴的系统将万物颠覆至此，却浪费3年才取代我积分，他也需要攒积分。谢谢。真的谢我，就先吃口药吧，手好疼啊。墨雨，不许吃。谢云乖。墨雨的哨子为何在你手中？谢云乖，我是谁？苏小姐，这哨子为何会在你手中？你亲手给我的。苏小姐，我与你表妹有婚约在身，不管其中有任何误会，
请把哨子还给我。不给。苏小姐，军部密哨不能流于外人之手，我没有说笑。我也没说笑，我不给，有本事你来抢！自重。你再喊我一声苏小姐，等你想起来，我会气得再也不理你。我要杀了苏芷晴。陷阱，这是二哥的为师必去。曾经引以为傲的军棍，竟成了我的捕兽笼。上次来小军想必是二哥故意送下的护吻，这次沈清府一场无奈，我成了外部入侵的歹人。躲进来，快躲进来！我靠，土著女，你还真的进来了！是你，邪祟！我好心救你，你不要恩将仇报。要不是你，我会落得这般田地。我被人绑过来，我也没办法，罪魁祸首肯定是你表姐呀。好，你救了我，我不揍你。这是哪里？你的法术变出来的？这里是空间，我看你差点淹死，花了30积分，将这里升级到内外互通。啊，好疼！还剩多少积分？10积分，要不你再找裴元帅来打他一顿，刷点积分出来。不行，苏芷晴的积分可能跟好感度有关，在杀了他之前，不能再攻略了。那好吧，你可别像今晚一样发疯了，要得省着吃。空间流速和外面一样，你等他们走了再出去，遇到人可以随时躲进来。苏芷晴也有这样的能力，看来今晚就算没有暗卫的阻拦，也杀不了他。水下是什么？原以为这次抽出来的是个聪明的，积分能刷得更快些。2个月过去了，还只有50分，真是没用。虽然积分清空的效果斐然，所有人都把我当成了沈清词，但手上没积分，总觉得不踏实。我都以为你要淹死了，要不要我给你变套新衣服啊？不用，没积分了，省着点。那好吧。反正这里面也不冷，你人体烘干吧。水下有什么呀？什么也没有，一堆水藻。好吧，你怎么不问我怎么是短头发呀？我这衣服也跟你们不一样，你是不是非常好奇？你要是问我，我就告诉你，我还知道好多你不知道的事呢。比如，我们那个时代，女人可以留短发，想去哪就去哪，还可以工作赚钱。好想回家。他之前种种伤风败俗的癫狂行为，大概与今日冲动行事的我一样，都想回家想疯了吧？时间差不多了，送我出去。要不多了，你可别再受伤了。好。不想死的话，别动。你要杀我？刚说了小心点，别受伤。干什么呢？苏小姐，夜袭将军府有何意图？我现在浑身湿透，很冷，随时会感染风寒。你想盘问我，沈宅随时恭候。不用我自重了。将军府机密甚多，不能让你就这么回去。主子，此人身上空无一物，连防身武器都没有。下去吧，守住门口。你不是苏芷晴，真正的苏芷晴去哪儿了？谁派你易容潜伏的？谢云贵，你真是个呆瓜！看清楚没有？易容，你觉得我是谁，我就是谁。你到底是谁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谢统领请自重。我不过是思念阿母，想前回去看一眼。你若不信，卿可随时去沈宅审我。才行。主子有何吩咐？你跟着他，寸步不离，有任何可疑之处，可随时杀了。是。再采信回去也好，我有不少事想问他。
心姑娘，你不是清玄关仙主身边的婢女吗？为何在此？这是怎么了？看来苏芷晴可以覆盖人的记忆，改变认知，却不能改变继承的事实。审核验要2个月后，太久，足以让系统覆盖所有不合理之处，必须要在那之前行动。我要扮演成马球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外面的人都叫你？婉堂，你来的正好。这盆花花匠买来时说它是蝴蝶兰，我养了1月有余，前2日才发现它竟是墨檀。蝴蝶兰，墨檀，人人都在颠倒黑白，我也被这花匠诓得好苦。若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说我是你，变得看清了谁是那花匠，再一并清算。正是此理。5日后的玉泉山马球会，你且在家养精蓄锐，届时定要来替我做个见证。我一定准时赴约。顾某在集市上巡查，发现人人都在颠倒黑白，颠三倒四。一花匠诓我说这是蝴蝶兰，开花了才发现竟是墨檀。确实可恶，定是那花匠在四处传谣。苏小姐放心，我必定替你寻回公道。有顾统领这句话在，我便放心了。5日后我于玉泉山办马球会，顾统领定要前来捧场。那是自然，苏小姐的事便是我的事。苏婉堂是我老乡，没受我的女儿影响，被周围人搞得混乱了，跑来问你怎么回事也就算了，居然连暗号都对不上，他俩问什么？苏家小姐苏婉堂来访，她便将那花匠骂了一通。军巡府统领顾长风来，苏小姐还是在骂花匠。我知道了。主子，要抓？不抓。爹和大哥寄信说你年前就回了，怎么现在才现身？我去了清玄关，清玄关只住着个苏芷晴，我待在清玄关做什么？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不去见见青瓷？先去拜访将军夫人。要脸红，等出了我这院子再红。光天化日，白日撞鬼，有些吓人。谢云归，你何时回来的？快来给我看看。晚辈谢云归，问将军夫人安。云归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啊，这种恶心的不协调感，青瓷曾这样换过我吗？青瓷，年前定下的婚事，是不是也该置办起来了？今日我便回去禀告母亲，寻个吉日上门提亲。怎么的？大白天的突然回来，又抓着我什么罪行了？来盘问我？母亲，我要与将军之女沈青瓷成婚，烦请您去将军府提亲下聘。提亲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哪里出了问题？母亲，3年前你允了的。此一时彼一时，3年前我可能糊涂了。下聘要择吉日，我且择着，你回去吧。主子，西域有什么蛊术，能同时扰乱多个人心？怎么个扰乱法？原本只心系一女子的人，突然止不住的去想另一个女人。主子，或许您这叫见异思迁。你到底给我下了什么毒？什么毒啊？你中毒了？看起来像是吃了菌子。谢云归是在对着苏芷晴身份的我害羞，也就是说，就算记忆和认知全都被替换了，感觉还是很难改变的。5日后的马球会，必须要把苏芷晴逼出来。告诉你主子，想解毒，来马球会。短短几日，去哪学了这么多批良驹？首富钱家向我引荐了一位马场老板。姐妹，你这又是长公主又是首富的，你要在古代当贵妇不回去啦？当然要回去。这都是攻略成功的必备条件。安宁，原来是追妻火葬场啊！你这套欲擒故纵真行。你脸色不好，没休息好。绝不能让这厮长好感度。苏芷晴拿了7分就麻烦了。今日天气真好，春夜露浓，你穿的单薄，小心着凉。草青马肥，正是打马球的好日子。世子自便，我去寻几位夫人。
他看着憔悴了许多。你是不是想死啊？快看，那是消失10年的谢小侯爷。我怎么从未听过什么谢小侯爷？10年前，朝阳长公主杀夫，谢小侯爷护在了母亲身前，李相与其断绝关系，自此改为母姓。这副高傲模样，确实许久未见。我这蠢弟弟还装起来了，这是打算回来娶妻成家了？喊他来当儿，谁准他这么高调的？将军府真是好手段，人都消失了10年，还能攀上关系。见过将军夫人，夫人可安好？知青瘦了，自己独立了门户，要好好吃饭，保重身。承蒙夫人关心，会好好吃饭的。表姐，别来无恙啊！承蒙挂念，一切安好。苏知青，你夺走我的身份，覆盖我亲人的记忆，但人走过必留痕迹，我且看你能不能全部消除。赵太后为立女护的事喋喋不休，联合李相那老贼搞小动作。沈家小姐，本宫可是为你而来。苏家小姐都能立女护，摆脱妾室身份，或许能为我的孩儿求一条生路。苏小姐，今日定要与你比个痛快。听说将军府的沈小姐马术了得，苏小姐也会骑马？不对吧？我怎么记得是苏家小姐本就骑马？3年前的马球会上还上场打过球啊？不对，你记错了，上场打球的那位是沈小姐。对啊，你们记错了，3年前一身红衣穿梭马场打得一手好球的明明是沈小姐啊。对，是沈小姐及笄前的事，那是她第一次露面。若是苏小姐，年龄也对不上啊。顾统领，多谢。好快！绝对不准你进球！哼，裴世子，送你了。秦云逸接球。这御马之术真像3年前那位沈小姐啊！顾统领眼神倒好，这种想杀人的独占欲，为什么？明明她是苏芷晴。姐姐，你看场上多热闹，咱们姐妹好好亲近亲近。滚开！驾！球飞了，他要干什么？给我肉！马踏飞燕，竟是马踏飞燕！3年前沈小姐的绝技，舅舅青瓷，现在的是假的。二哥哥，学骑马的不是你。这场上比赛的才是将军府的沈青瓷吧？这场上比赛的才是将军府的沈青瓷吧？怎么了？为什么大家都不动了？对，你是沈青瓷，你才是那个毁了我婚宴的沈青瓷。你化成灰我也认得你。顾统领，快来啊！这世界卡 bug 了！青瓷。谢云归，别看，别想，你放心的晕倒吧，我自己的敌人，我来杀。杀了我，你也会死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不敢？前辈，这官人就交给你了，你可千万找出他，别让他逃到空间去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将军府的沈青瓷。我们都记得是怎么回事，做自己不好吗？那么爱当学人精。你还有后手，对吧？我帮你。事成之后，我要半本书。算错了，要死一起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没用的废物，扔出去几个都没用，还不如回来做我的积分。原来如此，你居然拿到了道具，怪不得你身体里那个鬼东西总是抽不出来。还不滚出来！踢了这贱人！是等我把你抽出来捏死吗？哇，终于又能出来了，闷死我了！我懂，谢谢姐姐成全我和元朗。土著女抢到了，太吓人了！你赶紧出来换人！贱人，我要把你的名字撕成碎片！你也是天命书的拥有者吧？帮我把书抢回来，我立刻给你一半，积分也全都给你。你的积分不是刚才都用完了吗？拿什么给我？苏小姐，得罪了，你再借躲一下。你骗我！沈小姐，我看着他，你且趁现在去搞明白那匣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放我进去！沈青瓷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你千万别让他把我抓走！刚才那两个名字一闪，魂都没了。我这么忠心，你一定要护着我。你立了大功，功过相抵，我护着你。你以后就是我老大了，至少你是个正常人。在屋门外守着，不许进来。这期末吧，姑姑带你回府，往后姑姑便是你的娘亲。知情，做小姐是托了我的福，现在是不是该孝敬你老子我了？若你祈求，献上诚意，我便将这世间万物赐予你手中。什么算诚意？一条贱命够不够？好一个弑父求荣，你便是天书最好的主人。凭什么？沈青瓷是女主，谢云归是男主，而我苏芷晴只是一个恶毒女配。我不要做女配，我要做沈青瓷。你本该是将军府大小姐，一朝被夺舍，却无人察觉，他们根本不爱你。你已是残花败柳，谢云归凭什么还会爱你？只要积分足够，我便能让你重生回3年前，抹除这3年的耻辱。杀了门外的穿越者，让我看看你的诚意！杀了他！土著女，你喊什么呢？没事吧？谢老支配我的意志，做梦！我经历过的一切，无论好坏，我都自己承受。好疼啊！你又搞什么鬼？我没事，你安静待着。这神力可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，何必为难自己呢？滚一边去！区区凡人，你竟敢如此狂妄！什么东西？你哪里来的钢刀？住手！装腔作势的东西，破匣子成金，还敢自称神明，再来烦我，我在你盒子里雕花。莫非这盒中真正封印着的是那些穿越者的名字？把名字还给他们会发生什么？还是先去了结了苏芷晴，以免再生变故。这事了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等着，你可千万不要食言。顾统领，这是何意？只是想保险，沈小姐，我得确定现在的你还是刚才的你。我不与威胁我家人的人合作，要么放手，要么为敌。顾统领，我觉得他没变，没被夺舍。好，我道歉。贱人，小偷，强盗，那是我的东西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你也知道，被人抢走东西的滋味不好受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才是主角。说，关于那鬼东西，你还知道什么？ 2年前，文英阁的事，
是不是你做的？你要杀我？太好了，你杀我，快点杀我，我们一起死！沈小姐，这鬼东西的能力可万般皆有可能，你不要冲动。放心，我向来谨慎。瞧，你杀不了我，青瓷。母亲，救我！青瓷，你嘴角怎么有血？哪里受伤了？母亲，我好想你。别碰他，他是假的，我才是你的女儿。呸！谁是你母亲？我只有青瓷一个女儿。苏芷晴，我许你孤苦接你束缚，你竟用鬼魅手段害我的青瓷。苏芷晴，假的就是假的，你就是你，永远也成不了我。早知如此，我不该接你回家。苏芷晴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们都被骗了，我才是沈青瓷。没气了。夺走名字，才是天书真正的目的。剩下的交给我。等我，把这一切了结。驾！快看，那是沈家小姐。就说吧，这英姿除了沈小姐绝无第二人。沈小姐，再来比比速度。青儿，你丢了我的太阳。啊！图中你提示，系统提示，好感度满了。满了？那你可以回家了。积分满了，但是没有任何回家的反应。或许名字才是关键。你等我，我帮你。